大家好，我是毛毛。今天我们来做草莓乳酪夹心软欧。摔铁可口、柔软 Q 弹的软欧面包里面添加了一些冻干草莓，呈现出了非常亮丽的色彩。裹着浓郁的乳酪夹心，装饰着淡淡的面包白酱花纹。一大口咬下去，回味着淡淡的草莓香味，那种面包带来的幸福与满足感简直是太美妙了，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一款面包。首先我们制作烫种，烫种可以让面团更加的柔软，增大它的含水量。我们把高筋面粉放在秤上面轻淋，准备一把稍微硬一点的刮刀，把水烧开之后立马倒入高筋面粉当中，然后用刮刀把它搅拌均匀，就成了烫种。烫种是将面粉糊化，从而增加它的含水量，加入到煮面团之后，我们可以让煮面团更加的柔软。用不完的烫种可以放在冰箱冷冻保存，下次再用。烫种放凉之后，我们一般会冷藏一下，然后我们来开始搅打煮面团。我们取一点冻干草莓，从高筋面粉中加一大勺放在冻干草莓中，用咖啡研磨机把它们搅拌成草莓面粉。草莓打碎之后，就给面粉带来了非常亮丽的粉红色。这种粉红色的面粉也可以用来做一些卡通蔬菜埋头。首先我们往高筋面粉当中加入红曲粉和刚才打好的草莓面粉。红曲粉这里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颜色，没有的话可以省略不用，或者稍微增加草莓粉的用量。把筛子稍稍搅拌均匀。我们首先把粉类倒入缸内，加入白砂糖，加入耐高糖的激发该酵母，和之前做好的已经放凉并且在冰箱冷藏过后的烫种，打入一个冷藏的鸡蛋，最后往里面加入冰水，因为夏天室温比较高，所以用冰水来控制面团的温度。当你第一次做某一个面包配方的时候，建议这个液体的水量都要预留20到30克左右，看面团搅拌成团之后来判别要不要把这些水再加进去。搅打面团的时候，我们首先用除湿机的最低速把所有的材料混合成团。因为每个人的除湿机的功率不同，所以说搅打的时间会有所不同。我会给出我的除湿机所用的时间和每一个时间段所对应的面团的状态。低速搅打1分半钟左右，所有的材料基本上混合成团了。这时候的面团是没有任何筋性的。我们用双手去掐捏它，会发现它稍微有一点点摘手，那我们就不需要额外把剩下的水给加进去了。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搅打面团。可以参考我除湿机的转速来设置你除湿机的档位。面团搅打的同时，它里面的面筋也会慢慢的形成，而面筋形成的一个外观表现就是面团的表面会变得越来越光滑。我们看一下，现在是打了5分半钟左右，它的表面看着挺光滑的了，但是呢，这时候好像面团的筋度还没那么大，具体表现在它不能把所有的面团都挂在这个打面钩上，而且用双手扯模的话是很难拉出一个比较有扩展性的模的，所以我们需要继续搅打。又打了2分钟，那我们一共打了大概7分半钟左右。我们看一下现在的面团的状态，基本上它可以提起来全部挂在这个打面钩上，说明它的筋度比刚才强多了。我们用剪刀剪一块下来，它的切口是非常光滑的。用手上下扯模的话，也可以形成一个厚的薄膜，戳动的话也会需要一点点手指上的力气。双手拉扯的话，明显感觉到面团有一定的牵引力。这时候我们就是7成筋的状态，可以往里面加入盐跟软化好的黄油。这里我想提一下，做面包的话，尤其是软欧面包，盐一定不能缺少。盐的话可以让面团的筋度更强，能锁住面团的筋性。而黄油的话，这里一定要彻底的软化。同时加入黄油之后，我们一定要用低速搅打。如果直接用高速搅打的话，因为黄油是油脂的，它特别滑，那就是说比较滑的地方它就会打不到，而不滑的地方它就会搅打过度，会造成面筋的不均匀。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低速把黄油慢慢的搅打融合到面团之后，再开始提高速度。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花了大概1分近2分钟的时间，黄油块基本上看不到了。我们开始再提高速度打面。加入黄油之后，面团的面筋相当于有一个被重组的过程，你会发现它这个面团开始有点摘底，但是随着你的不断的搅打，它又会慢慢的变光滑，完成了这一个面筋重组的过程。继续搅打3分钟左右，我们再看一下现在的膜的状态，比刚才明显薄多了，洞口也比较光滑，这个膜还是相当有韧性的。我们双手去拉扯面团，能明显感受到里面非常强的筋度，那这时候面团就打好了。取一个烤盘，稍微撒一点面粉或者涂薄薄一层油，把打好的面团放在烤盘中，开始进行第一次发酵。发酵之前我们测一下面温在26度是正好的。这块打好的软欧面团在进行一发之前，不要把它收得很紧，把它裹得很圆，这样的话面筋就会束缚得太厉害，反而就是限制了它发酵的空间。我们用刮刀稍稍的把它弄成一个球形，就可以放在烤箱里面进行一次发酵。一次发酵的温度在28度，湿度是 75% 左右，我发酵了45分钟。发酵好的标准是体积变成2倍大。我们取出发酵好的面团，用手稍稍排气之后开始分割，分成每个大概100克左右的小剂子。这一个配方可以做7个软欧面包。分割面团的时候，尽量把它切成大块，不要有太多细小的碎块在一起。我一般喜欢把它切成长条，然后先称一个大概100克有多大，按照它这个比例再把余下的给它分配好。尽量不要去拉扯面团，一定要用刮白给它切割，切成大块的。分割好之后，我们就开始把它滚圆去进行松弛。滚圆的时候也是一个道理，把面团的四周给它向内折叠，稍稍折叠即可，然后用双手在桌上滚圆，千万不要把面团收得太紧，收得太紧之后，你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给面团松弛，才能进行整形。为了让这款面团后面的整形更加方便，我把它放在刚才的烤盘当中，然后放在冰箱去松弛25分钟左右。你看，我们再取一个面团，只要把它这样稍稍的折过来，形成一个稍微光滑的表面，用手抓住它，在桌上稍稍滚圆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像做包子一样，就是往内折成非常紧的一个面团，那这样的话，这个面筋就是被你压得很死，那你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让它再恢复到比较松散的状态，你再可以去整形。所以稍稍给它弄成球形就可以了。所有的面团都滚圆之后，我们盖上一层保鲜膜，铺上一个毛巾，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松弛25分钟。松弛的同时，我们正好用来做里面的草莓乳酪夹馅。首先我们往碗中加入1盒在室温软化的奶油奶酪，软化过的奶油奶酪就是比较容易一会儿搅打，然后我们用打蛋器把它搅打到顺滑。奶酪搅拌到大致顺滑成一点羽毛状之后，我们开始往里面慢慢的加入这个淡奶油，可以分2到3次加入，避免乳酪颗粒的产生。加入一点淡奶油，搅拌均匀，完全被乳酪吸收之后，再加入余下的淡奶油，直到所有的淡奶油就被融入到这个乳酪里面之后，我们再往里面加入余下的草莓酱跟草莓碎，搅拌均匀就做好了。软欧面包它的特点就是它的外在的表皮就跟硬欧面包一样，稍稍的会有一点点硬，内在呢又有着日式面包、甜面包那种非常柔软的这种内部组织。所以说在里面再加上一些更加柔软又有奶香味的奶油奶酪屑的话，三者混合在一起，能达到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口感。这样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之后，我们的草莓奶酪夹心屑就做好了。我们会放在标花袋里面，一会儿方便用来挤在面包上面。这时候我们的面包松弛的也差不多了，我们把面团取出来开始整形。同样在案板上撒一点干粉，用擀面杖从面团的中间往上下2端擀开，然后给它翻过来，
这时候可能松弛的如果不到位的话，会像视频里就是这样稍微有一点点回缩，那你可以继续松弛，但是也没有关系，你可以顺着这个面筋慢慢的给它再改长。我们改到大概在25公分左右，顺着面团的前端给它挤上一条奶酪屑，收尾的地方稍微留一点点位置。我们把面团这样包裹住这个奶酪屑，我这个奶酪屑做出来会稍微有一点点偏稀，因为我觉得稍微偏稀一点点的屑做出来它的口感会更好，但是呢它可能操作上也会更难，所以说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太稀的话，可以把淡奶油的分量减少10克左右。把下面稍微刮刮瘪之后，我们把它这样收起来成一个圆柱形，然后把收口给它一定要捏紧了，不要让屑跑出来。然后我们开始搓长，如果你的馅料跟我一样做的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偏湿的话，就记得搓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所以说大家如果第一次做的话，不妨把馅料做的稍微偏干一点。然后我们把刚才就是这个末端没有挤馅料的地方给它改瘪，然后把另一端这样给它收过来，包在里面，做成一个圆圈的形状。稍稍翻过来就成一个差不多的圆形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所有的面团都这样整形好之后，我们去进行2次发酵。2次发酵一般是35度，75%左右的湿度，发酵40-50分钟左右，到体积变2倍大。当面团在进行2发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下表面的白酱。这个白酱现在非常的流行，做法也很简单，只要把高筋面粉、炼乳跟淡奶油或者牛奶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因为它做法特别简单，然后装饰面包什么又特别好看，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白酱来装饰面包。同样也可以往里面加入抹茶粉或者巧克力粉，来做成别的颜色的这个酱来装饰你的面包。大概看一下我们这个酱的稀稠度，同样我们把它放在标花袋中，一会儿备用。发酵好的面团用手去搓摸，它会留下指印，但是会有一点稍稍的回弹就可以了。进炉之前，我们在上面挤上这个白酱，你可以挤成5瓣花的形状，或者自己喜欢的任何形状装饰都可以。挤这个白酱的时候没有什么要点，主要就是你要把这个线条给它提起来，不要就是贴着这个面包的表面上去挤，一定要把它拎起来。挤好白酱之后，我们把面包放在烤箱中180度烘烤25分钟左右。这样我们既好看又好吃的梅多多草莓软欧面包就做好了。出炉的软欧面包要放在网架上，给它晒出下面的热气。表面可以撒上一些防潮糖粉用来装饰，制造出一种非常朦胧的那种感觉。这款梅多多软欧面包，它有着软欧面包特有的柔软质地跟浓郁的麦香味，草莓与奶油之间呢又相互交融，轻盈的滑爽，甜而不腻，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双手捧起一个胖乎乎的草莓软欧，形状甚是可爱，我想没有人能够拒绝不去咬它一口吧。我们撕开来看一下，这是软欧特有的这种组织。这块夹馅也特别好吃，因为草莓是属于酸甜味的，然后乳酪呢它有一丝那种它自己独特的那种酸味，所以说混合在一起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配上这个软欧包的比较细腻又柔软的组织，达到那种口感真的是太棒了，所以说我非常推荐这一款面包。那我是毛毛，每周跟您更新各种烘焙美食，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那就帮忙点赞、转发或者关注。如果你做的时候有任何问题，记得在视频底下留言，我看到了一定会立马回复的。那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拜拜。